你所拥有的东西最终会拥有你。这是电影《搏击俱乐部》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朋友们，您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买了许多可能有用的小物件，却只是让它们在角落积灰。我们常以为拥有更多物质会带来更多快乐，但现实往往是，过多的物品不仅占用了空间，还消耗了我们的精力，甚至带来了财务压力。这是否是越拥有越贫穷的怪圈？今天致富心语想与大家聊一个看似与整理房间有关的词——断舍离。但您或许没想到，这个源自日本的整理术背后蕴藏着深刻的哲理智慧，是开启财富魔法的钥匙。它不仅仅是扔掉东西那么简单，更是一种生活哲学，能帮助我们摆脱物质的束缚，清理人生，让我们迎接一个轻盈富足的未来。那么，普通人如何通过断舍离实现财富的整理与增长呢？在深入探讨财富魔法之前，先了解一下断舍离的真正含义。这个概念由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包含3个核心动作：断绝那些并不真正需要的物品；舍弃家里积压的无用物品；脱离对物品的执念，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从而提升生活的自在感。断舍离并非单纯的扔东西，而是通过清理物品，审视自己与物品的关系，进而认清真正需求，摆脱不必要的欲望，最终实现物质上的简约，精神上的丰盈。那么，如何通过断舍离的几个关键步骤，让财富实现增长呢？第一步，清理不再服务的物质，解放空间与金钱。我们的家中是否堆满了打折时冲动购买的衣物，用过1、2次就闲置的健身器材，早已过时的电子产品，以及各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小物件？这些物品不仅占用了宝贵的居住空间，无形中增加了我们的房租或房价成本，更在购买时消耗了我们的金钱。古希腊哲学家艾比克泰德曾说，财富并非拥有许多财物，而是拥有很少需求。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过多的物质并不能带来持续的幸福感，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我们常常被拥有的欲望所驱动，而忽略了使用的真实需求。因此，我们需要审视自己的需求，区分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只留下那些真正能提升你生活品质，给你带来愉悦，或者对你未来有明确价值的物品。对于那些1年以上未使用，不再让你心动，或者已经失去功能性的物品，要果断地通过2手转卖、捐赠或回收的方式处理掉。这样做不仅可以直接变现一部分资金，更能通过减少冲动消费来节省开支，释放宝贵的空间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清理了你的购买欲，让你不再轻易被消费主义裹挟。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倡导的简单生活，让我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第2步，清理财务负债与无效支出，轻装上阵，加速财富积累。信用卡账单、消费贷、各种会员费，早已忘记却仍在扣费的订阅服务，这些隐形的财务负债和无效支出，像吸血鬼一样悄悄吞噬着我们的财富。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警告说，小心那些微小的开支，一个小漏洞可能会沉没一艘大船。财务上的混乱往往源于对自身财务状况缺乏清晰的认知和有效的管理。我们容易被先享受后付款的消费模式诱惑，却忽略了债务的复利效应和无效支出的累积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全面盘点自己的财务状况，列出所有的收入、支出、资产和负债，对每一笔支出进行审视，区分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哪些是完全可以砍掉的。优先偿还那些利息极高，会严重拖累你财富积累速度的债务，比如信用卡分期和网贷。同时，果断取消那些你早已不再使用或很少使用的 App 会员、健身卡、杂志订阅等。建立合理的消费预算，量入为出。这样做
不仅能减轻你的债务压力，让心情更轻松，更能直接增加你的储蓄和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提升你的信用。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你对金钱的掌控感和责任感，让你不再是金钱的奴隶，而是金钱的主人。第三步，清理无效社交与消耗性关系，专注高价值的连接。我们是否常常参加一些言之无物，只是为了合群的聚会？是否维系着一些只会带来负面情绪，不断消耗你时间和精力的朋友？这些无效社交和消耗性关系不仅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有时还会导致不必要的攀比消费。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这句话虽然略显极端，但也点明了高质量独处胜过低质量社交的道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应该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人和事上。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互相滋养、共同成长的，而低质量的关系只会带来内耗。因此，我们需要审视自己的社交圈，辨别哪些人能给你带来正能量、启发和支持，哪些人只是在消耗你。对于那些无意义的应酬和消耗性的关系，要勇敢地说不，将时间花在与家人、挚友、良师益友以及能给你带来成长的社群的深度交流上。这样做不仅能节省你的时间和金钱，更能提升你的能量和专注力，将精力聚焦于能创造价值的事物上，如学习、工作、投资。优质的人脉还能为你带来宝贵的信息、资源和合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它让你的人生更清静，更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人和事，找到内心的宁静与力量。第四步，清理过时观念与限制性财富信念，打破认知牢笼。我不懂理财，钱是万恶之源，有钱人都很吝啬，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些深植于我们内心的过时观念和限制性信念，像无形的枷锁一样，束缚了我们创造财富的可能性。正如爱默生所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比我们拥有什么更重要。我们的外在世界往往是我们内在信念的投射。如果你从心底里不相信自己能拥有财富，或者对财富抱有负面认知，那么财富自然会远离你。因此，我们需要觉察并挑战那些阻碍你财富增长的负面想法，并有意识地用积极的、建设性的信念去替代它们。持续学习财富知识，阅读经典的财商书籍，学习投资理财的基本原理，提升自己的金融素养，培养成长型思维，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得到提升，对财富保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这样做不仅能提升你吸引财富的能力，让你更容易发现和把握机会，更能让你在投资、储蓄、消费等方面做出更理性的选择，增强你的行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是一次深刻的认知升级，是实现财富自由的根本前提，让你明白财富首先是一种思维状态。第五步，清理信息噪音与精神内耗，专注核心，提升决策力。每天被各种财经新闻、专家预测、小道消息、社交媒体上的炫耀和焦虑所淹没，导致我们心神不宁，难以做出清晰的判断，甚至在不断的比较和焦虑中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少则得，多则祸。信息爆炸的时代，注意力是最稀缺的资源。过多的噪音不仅会分散我们的精力，更会干扰我们的理性判断。内心的平静和专注是做出高质量决策的基础。因此，我们需要精选信息来源，选择少数高质量、可信赖的财经资讯和学习渠道，屏蔽那些贩卖焦虑、追逐热点的噪音。有意识地控制自己刷社交媒体和新闻 App 的时间，为深度思考留出空间。专注于自己的长期目标和核心原则，不为市场的短期波动和外界的喧嚣所动摇，坚持自己的投资哲学和人生规划。我们可以通过练习正念冥想等方式，培养内心的平静和专注力，减少不必要的胡思乱想和精神内耗。这样做不仅能提升我们的决策质量，让我们在清静的心态下更容易做出理性的、符合长期利益的决策，更能减少我们的焦虑，提升幸福感。精力聚焦，效率自然提升。更重要的是，
它能让我们回归本心，找到真正驱动我们的人生目标，不被外界的洪流所裹挟。朋友们，当我们完成了这5个层面的清理之后，我们会发现，断舍离的财富魔法，其真正的奥义并不仅仅在于拥有更少的物质或积累更多的金钱，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通过清理外在的冗余，我们得以审视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和需求，不再被社会的标准和他人的眼光所绑架，从而回归本真。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所说，真正的幸福在于不依赖他人，并且满足于自身。摆脱了物质的束缚、债务的压力、无效关系的消耗、负面信念的禁锢以及信息噪音的干扰，我们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时间、精力和注意力，获得内心的自由与平静。当我们的生活变得简约而专注，我们就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能创造价值的地方，无论是事业的精进、能力的提升，还是智慧的增长。一个内心清明、目标清晰、不为物役的人，自然会做出更明智的消费和投资决策。财富的积累会成为这种智慧生活的自然结果，而非刻意追逐的唯一目标。这就是断舍离所带来的轻盈富足的人生，物质上适度而够用，财务上健康而自由，精神上丰盈而笃定。朋友们，今天的断舍离财富魔法是否也触动了您的心弦？哪一步对您最具挑战性？您打算从哪一步开始进行断舍离？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思考与计划，让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更加富足的人生。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不吝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可能需要这份智慧的朋友。我们下期再见。